这家保养品电商靠 email 行销卖出 1.9 亿，你也能复制这个策略。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那上一集我们聊了保健食品电商 Kami，那分享了他们怎么做订阅制服务，将续订率拉高到 80%， 这真的是很猛哦。那今天我们来聊绿藤生机这间公司应该女生比较知道了，它的 slogan 就是让每日保养成为重塑肌肤与环境的永续解答，是不是听不太懂它就是一个保养品的品牌，然后品牌的诉求是纯净成分跟维护环境，就是小资女跟文青最爱的题目。那今天来聊它的什么？不是之前惹上的那个压榨劳工的事情那今天来聊它的 EDM 行销，就是你觉得不怎么样的 EDM 他们是怎么善用的。好，那我先讲一下它的成绩绿藤生机的成绩如何？2024年的营收是 3.8 亿，然后他们在2022的专访说，营收 50% 来自官网，门市来自 25%， 其他收入就是某某等等的第三方通路，它官网占比最大好，那假设它2024的营收占比跟2022差不多的话，那它官网营收占比算起来是多少钱？1亿9，这很可怕的数字呢你去跟你的老板讲说，你有信心把官网的营收给它操盘到1亿9，你老板每天帮你端茶倒水，你信不信？好，那我们来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就是靠 EDM 来跟会员沟通。我未看先猜，你应该满脸不信吧？那 EDM 骗谁啊？我不是没收过，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你是行销人员，那骗谁啊？那 EDM 那个开信率，那个转换是怎样？要不是因为它价格很低，甚至免费不然我每次开会我都被钉在墙上就这样嘛我都帮你抱怨完了。好了，先说结论，你觉得不好用，是因为你可能用错方式，或是你用的太粗暴了，因为人家就是有办法闯出这样子的营收。那当我们在讲 EDM 行销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大概长这样嘛，对不对？活动名称放一放，商品放一放，大家都这样嘛。好，绿藤怎么做？这一张是他们周年庆的 EDM 一堆文字，是不是你看起来没有什么促销感？然后他是用推荐的角度来跟你分享应该要买什么产品，这样这种带有温暖的文字，女孩子最喜欢的那你每次发 EDM， 你在那边无脑又便宜多少多少下杀几折怎样怎样，这就不会有效果嘛。所以你要知道绿藤是怎么做 EDM 行销的。那绿藤的 EDM 行销我归纳出3点第一点有人味这个人味不是说狐臭什么的，而是他会很像一个人专门写给你看的信例如说你看他的寄信人绿藤生机怡文，谁啊？我不认识这个就绿藤的执行长廖怡文廖小姐用执行长的名字来寄宣传 EDM 蛮少见的，对不对？然后你再看一次这封信，你不觉得这个信很有对话感吗？就是它不像是一般的推销信，很像是朋友来推荐产品给你只是用写信的方法告诉你。然后第一段这个最后一句，再次感谢你在过去1年的陪伴与支持，执行长跟你说谢谢，你看很有诚意嘛。那推荐商品的说法他是怎么说？他不是促销什么3件8折就不是。那他写说以下为您从肤况及肌肤困扰整理选购指南，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像教学那就没有推销感，这就是我说的有人味来，第二点不打扰。我们讲不打扰这件事情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赖会封锁一个人或是封锁一个官方账号？未看先猜，就是他一直发嘛，然后官方账号的时候就是跳通知给你看，你就想要封锁他嘛。那这个就是绿藤生机特别重视的事情他们在消费者加入绿藤 LINE 的时候，就跟消费者说1周最多3封给我，不要封锁我然后你看我的信箱他寄信的频率就是维持1周1封不会一直洗讯息，一直洗会是怎样？来，就是这个吸引你看每天1到2封烦要不知道我要研究它商业模式要做功课，我要早就把它封锁那再来你要知道绿藤生机的 EDM 不只是宣传产品。好，我们就来讲一下，除了有人味跟不打扰以外，绿藤还在 EDM 上下什么功夫那就是第3点，分享知识也分享成就。分享知识是比较常见就你看说黑眼圈是怎么产生的这女生就很爱看嘛。那内容的最后面再带自己的活动这样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一种，你看我刚才不是说它的品牌诉求是维护环境吗？结果他真的就跟你说他们累积了40万个空瓶回收，你看对应到品牌的使命。而且如果你有参与过回收流程，你是不是会觉得哇我好屌这与有荣焉？因为这40万瓶里头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就有一份是我贡献的他就跟你有关了。
然后我最喜欢的设计其实是他给的优惠码，不限额折抵100块，这个值得纪念的活动怎么才折100？都不是什么什么下杀促销啊，什么什么满1500折300，这样业绩才会好才会漂亮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客制，例如说他今天推出这个庆祝活动是全馆下杀7折，我乱讲那是不是你在看这封 EDM 的时候它就变味了那就看起来很像你就是为了办这个促销活动，为了业绩嘛，我跟你之间的连结就是你的业绩嘛，我觉得你的肥料这样你才寄信给我的，而不是说像之前你看空瓶回收40万瓶那这种连结然后它只折100块，就会让消费者觉得说这是维护环境，重视这个议题那折扣只是一个锦上添花，那就 OK， 它也守得住毛利。然后我们再看另一封信你看2023年寄给您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我把双11收益拿去买森林了，感谢你的帮忙，一起为台湾7地环境保护尽一份力。你看三小我买个保养品，然后买成爱护地球大使然后他们后面的这写的他们永续报告，字很多我就不念了，反正就是他们制造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少了多少，再生材料使用多了多少，怎样怎样。这封信主要是讲这个，你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讲他们就真的只是一个礼拜寄一封信，这么克制，然后内容还这么的不行销我未看先猜，这封信本身应该不太会有转单，因为他这个信里什么什么产品活动促销都没有提到，但是收到这封信的会员会怎样会更信任他们那个会打动人家的心而不是说有在促销把它删掉就这样然后全选一排从头促销信把它删除。现在 Gmail 不是自己会帮你分吗？促销内容或什么的。好，那他就会说原来我买你们的产品是真的能够帮助地球原来你们是真的有做出成绩，就是我说的分享成就你们有在买森林，你们在考虑环境的问题，而且付出行动。你看这个品牌形象瞬间就怎样高大上。那对这些消费者来说，这个品牌保养品的意义就已经跟那个什么 SK2 那克兰斯什么的都不一样了那爱美是一回事那爱美之外还能够顺便就爱好地球，然后这个空瓶回收买森林这些事情就别人帮你做了，你就会觉得自己那你就要站队到他这边因为对地球环境比较好，什么有没的，就是所谓的打动人家的心心战略啦，最早是那个奇美提出来的。好，讲的差不多了那这样你就应该也能理解为什么会说你觉得 EDM 不好用，是因为可能用法上有点歪斜，因为人家 EDM 是这样不是无脑发信，然后寄一次就寄全部的客户，他们操作很细致，那成效你也看到了，预估光看官网就能够带来 1.9 亿元的营收。对啊，你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不用到某某，不用到虾皮去给人家抽嘛，直接来官网跟你买嘛，你有最大的那个毛利嘛。然后你也去思考看看你要怎么优化你们 EDM 的行销策略，前提是你们老板要懂就你们老板没有就发促销就好，那就准备打开104因为这个没什么办法。好，那最后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绿藤生机的 EDM 操作。首先我们分享了绿藤生机的成绩，2024年的营收是 3.8 亿。根据之前的采访，我猜其中有一半应该就是来自官网，也就是说他们靠官网就做快2亿的营收然后我也分享了他们的 EDM 策略，主要有3个。第一，有人味，把信写的很像是朋友在跟你说话那极大程度的降低那个推销感。第二，不打扰，他不会狂轰猛炸的一直寄信给你，他一个礼拜就寄一封，然后还不一定是推销信第三，分享知识也分享成就，就算是推销信他也是从知识分享开头，不会一开始就是3减7 9折那另外他还会针对自己的一些里程碑成就写信跟消费者做分享，像他回收了40万个空瓶跟拿双11的收入去种树，让消费者的体验购物体验是一回事，他就觉得说哇，就好像我去参与了妈祖绕境你去参与妈祖绕境你要付出很多你要付出时间你要付出那个机会成本，就是你那几天你拿去上班的话的机会成本，你还有钱，但是参加妈祖绕境是这个光荣感就这样，就营造出这种光荣感，那大家自己靠过去，这也是一种筛选客户的方式那种很机车，那种只看谁便宜就买谁的，他就不会来就这样为地球尽一份心力，环保议题也是很符合欧盟的 ESG。那我也建议你说，看完这支影片以后，你可以想象你自己的 EDM 的行销成绩是怎么样，好不好可不可以做一点改变写故事写你家小孩都可以你就是让有人为这件事情先发生，才去思考那些什么成就这种东西来讲八卦讲八卦。EDM 这个东西我说明一下EDM
很古老的流派哦。最早的网络行销流派，除了那个看板广告以外，就是 EDM 了哦。为什么？因为大家的网络上的身份证等于是email 网址了哦。网络上的身份证，你要怎么辨识出这个账号是谁？大概就是 email 了。我们是因为诈骗什么进化到现在用手机哦，当然不然 email 是最传统的东西。然后这个 EDM 哦 ，email， 以下我们就讲 email 了哦。好 ，email 网址这件事情哦。它代表的意义是一个人的身份，然后它有另一层意义叫做他别人拿不走，你知道？拿不走的意思是说，我当然知道你现在在经营什么赖会员啊，哦，赖官方账号的会员人数啊，可是那个是放在赖这艘船上，对不对？赖 OA 要是哪天抽风要怎样要收费，不然不给你看或什么，你是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然后还有 IG 还有 Trade 上面的粉丝数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这些东西啊，你能把它视成你完全的资产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是挂在别人船上的。好，那只有 EDM 这种东西，它怎样？它是只属于你，就你直接拿着，然后没有人可以抢走它的资料。你可以想象啊，一个 YouTuber 假设做到100万订阅，哦，很爽很爽，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有些那个 YouTuber 倒了，那倒了之后他怎么办？他什么都没有哦，就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你现在绿藤生机有一天发生了什么大事的情况之下。那他还有海量的 email 会员资料可以干嘛？继续写信哦，而且继续写信的这个成本是低的哦。EDM 的行销有很多专业的工具，我自己在用那个 ConvertKit 嘛，好，那就可以排一些剧本哦。第一封给人家看什么，第二封给人家看什么。如果里面有 A、B 2个按钮，他对环保比较有兴趣，他有点的话，那我就再给他第3封是讲环保，第4封讲环保，然后怎样？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剧本哦，就这样，在国外叫水滴式行销，那都是很古老啦。然后它的成本很低啦，哦，成本是真的低，因为就发 email 嘛，没什么成本，所以大家拼什么？拼内容哦，拼内容就是拼你怎么样去打动这群人。你收集的方式也很重要哦。如果你就是乱收集的，这些人他的共性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写内容。好，那你就去写吧，没关系，你照写，然后就会有人把你删掉，留下来那些就是准的人。好，那绿藤生就是保养品嘛，就是女性嘛，哦，她都知道她的轮廓长什么样，她就是写打动她的内容。OK， 你拼内容，然后写。现在很多的自媒体他就是说什么留下你的 email， 他会寄信给你，然后他真的写信哦，写信，然后很多信一直都在写啊，去跟你沟通或什么，直接跟你对话的意思。好，这边有一个流派，但我们今天是讲电商啊，那电商的话，确实是可以参考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 podcast 叫什么瓦基，对不对？下一本读什么 podcast 的节目，你去看一下，然后你直接 Google 那个瓦基。瓦基的网站，不是去听他的 podcast， 你要听也可以啦。他就是我们现在不看书，然后他就帮你把书看完之后分享给你嘛，就这样。好，很有价值。那你去他的网站看，然后你留 email 你留 email 给他，你来收看他的信。我跟你说，那个就是 EDM 相当正确的使用方式。他没有要直接卖你东西，他就是要扩大他的影响力拉更多人来听他的节目或怎么样。可是你就去看他的信啊，你看我男的呢，我还去收一个男的EDM 这显然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这个需求在作祟嘛好，那你去读他的信，看久了以后，你以后收到他的信，你 OK 的啦，你就会打开来看啦，看他最近又读什么，他有什么感悟跟分享，就是这样了这样此时这个 EDM 就这样就好看。我说真的，他如果突然推什么东西，我有需要我就会下单。虽然他现在呢 Podcast 业配也很严重，可是他 EDM 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说建立一个人味的方式，你也可以回信给他，然后他有时候还真的会回信给你如果他有看到的话 ，EDM。那在我们电商就是要争取这个业绩的残酷的环境当中，你要讲人味势必会牺牲掉很多短期的营收。好，可是你可以换来什么长期的信任感？这是主要是什么指标嘞？回购率回购率会变高。那回购率变高就很棒了，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超值钱的成就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如果我光记 EDM， 然后就产生了人家跑回来回购因为我的故事有打动他。好，此时我的这张订单的行销成本是多少？就那个 EDM 的钱那个根本是忽略不计的钱。当然你发10几20万封，成本还是跑出来。对，但是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你看网络上一个 click， 你下广告 ，FB 一个 click 就跟你收多少钱了那 EDM 成本已经忽略不计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用这样子这么低忽略不计的获客成本买到一张订单，所以那个订单毛利空间会很大就是这样。好，那
另一派市场中的说法说 EDM 有什么鸟用，这个已经用那么久了，那谁理它哦？那就很像说AI 时代哦，那现在的文章大概都是 AI 在爬在读哦，整理完之后就抛给使用者。然后 SEO 业者还跑出来，那边一直讲说 SEO 很重要很重要，那个都是末日黄花啊，就是因为你只会这个，你才说这个很重要啊，不然你就要失业了哦，之类都有这种说法哦。好，那 EDM 我是认为说，你看看我们刚刚提到你要写有人味的内容 ，OK， 第一点哦。第二点，你要分享你的知识，分享你的成就，成就有没有在说嘛，对不对？我乱讲，你就是组织一个公司员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就是组织一个公司员工，然后假日一起去海边，然后捡垃圾。来看镜头拍照，拍好你就去进摊了哦，这样也行啊，对啊。你如果要测试行销效果，你就用这个啊，大家去海边玩，然后捡个垃圾，可能捡10分钟的垃圾吧，我有没有捡？我有捡，对，然后我拍照，然后进摊啊，如果反应很好，我们大家就毛起来进摊，就这样。这当然有点取巧，但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分享知识与成就。你要照抄的话，你去想一个成就嘛，哦 ，OK， 好，你看看以上这2点，你要打动人心，你要分享知识与成就，你是用文字、图片载体的方式寄给消费者，有什么工具是很适合去协助你做这件事情啊？不是 ChatGPT。对不对？请帮我写一个有人味的然后怎样？然后你把那个绿藤生机的信直接贴，然后请他去拆解、去分析，依这个方式去写。对啊，那东西就出来了。我是销售什么什么商品的然后这个商品有什么知识可以去做文章的分享嘛？他就会列，你叫他列50个，他列50个给你啊。然后你取其中几个，然后去对这个 AI 的时代可以让 EDM 这件事情去大幅的提高它生产的效率。不然你现在就丢给妹妹，然后叫她去写说啊，你写 EDM 那个 EDM 行销听说很厉害，我又不会写文章，我怎么用，我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哦？那你就用 AI 嘛，去帮你踹看嘛，踹看有没有这个方式，还是要记得，就是说email 的价值在它是人家网络上身份证，没有人可以夺走哦。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如果你光靠寄信，你就可以寄出订单的话，则那个订单几乎没有行销成本，所以节省下来的广告费、行销费用，那个就是毛利哦，你就直接把它拿在口袋了。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新的技术，现在大家一窝蜂挤在 LINE 上面去做行销嘛，一窝蜂挤在 Trade 上面去做行销嘛。可是 EDM 这个东西还依然没有被放弃的原因就这2点，它超便宜，然后身份证达成的话那毛利非常的高我自己也有在 EDM 行销上有获得过一些成就。那我个人认为，除非你很认真经营不然的话，我前面是不是有提到所谓的剧本信这种东西 ，ConvertKit 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先写好然后这些信的怎样让它跑半年跑3个月1个礼拜1封，连续半年就这样还不会跟你买就不会买了嘛，不然他就 email 留错了不就这样所以 EDM 是我个人认为啦不然我现在去推荐你下一个很贵，可是效果可能会很好的广告通路，这有意义吗？对啊，那你 EDM 如果你能够提高 EDM 换来的订单的营收占比，好，那对你整体毛利就提升很多那所以是怎样？当然是值得一试。如果你是小老板，你就自己摸一摸研究研究，你去订绿藤生机的信自己读一读还有订那个瓦基的信，看一下人家自媒体是怎么营造信任感、扩大影响力的，那个道理是相通的那如果你是行销人员的话，你跟你老板讲讲看说。拨一点时间，不要再派什么其他有的没任务了那拨一点时间，让你试2-3个月的这个东西，就这样试试看吧为什么这东西不试白不试不然呢？你公司现金，然后关税大战很危险所以现在还有降低成本的方式降本增效就要赶快利用。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